你最后一次尿床是在几岁？见没见过这样的尿床处理办法？你有没有逃过课？见没见过这样的惩罚方式？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萨偏偏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治疗低血压的温馨向电影《总有一天》，欢迎大家随时在弹幕里发泄情绪。故事要从大名鼎鼎的阿波罗计划开始，脑洞极大的肯尼迪总统简要概述了这项任务。然而，故事的主角并不是宇航员，而是两个心系宇宙却只能在寄宿学校里苟且度日的孩子。他们和阿波罗计划有什么关系？且听我慢慢道来。这个瘸着腿抱着盒子跑在前面的小孩叫小白，后边稍大一些的孩子是他的哥哥大白。兄弟俩偷了东西，在大街上玩起了神庙逃亡，但因为弟弟恐高，不敢从墙上跳下来，导致兄弟俩都被抓住了。白妈来到警局领人，警察从孩子包里翻出了磁带和科幻杂志以及色情杂志。不是白妈纵容孩子，实在是他有自己的难处。孩子亲爹在几年前自杀，生活的担子全都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，自然也没什么精力管教孩子。好在两个孩子虽然顽皮了一些，但本质并不算坏。弟弟小白一只脚畸形，却梦想成为宇航员，飞到月球去。也许那里的低重力环境会让他的脚在奔跑时不再疼痛，所以他偷了科幻杂志和望远镜。而哥哥大白嘛就比较早熟，色情杂志就是他偷的。白妈对两个孩子偷东西非常失望，但孩子们都打一耙，反过来抱怨白妈不给他们零花钱。这俩只知道索取的孩子还没有意识到妈妈承受着怎样的压力，很快他们就会知道没妈的孩子像棵草。白妈病倒了，已无力照看孩子，原本应该是舅舅接过去抚养，但警方认为舅舅是个无业游民，没有收入来源，不适合抚养孩子，因此把他们送进一个少管所性质的寄宿学校。临走时，白妈嘱咐两个孩子要互相照顾，她等孩子们回来一起过圣诞节。兄弟俩大晚上被送到寄宿学校，管理员先打发他们睡觉。第二天一早，所有孩子准时起床，收拾床铺，来吃早饭，看起来秩序井然，条件也不错。镜头一转，校长正带着新入职的女老师培训，也是在给观众们介绍。校长带着女老师来到餐厅的时候，狗腿子老师向校长报告新来了两个孩子。校长亲切地会见了他们。这个逼斗只是杀威棒，要他们知道咱们这里是地狱，别老想着天上的事儿。根据校长的办学理念，能送到这里的孩子都是顽劣不堪来改造的，所以给他们上课的目标不是考985、211，只要让他们懂规矩，不当个绝望的文盲就行。至于教学方法，以打为主。除了上课，学生们大部分时间要根据校长的安排干体力活。校长安排兄弟俩去田里搬石头，大白站了出来，说弟弟脚有残疾，太用力的话会疼，搬石头就让他一个人干，给小白换一个活。这样提议当然被校长否决。等校长一走，狗腿子狗老师便委婉地告诉兄弟俩，学生不可以驳校长的嘴。两个逼斗只是开胃小菜，小白因为脚疼搬石头异常吃力，抢零食的时候也因为跑不动只能吃残渣。本以为这样的日子只要熬到圣诞节就结束了，但工友卷毛却告诉他们，在场的这些人刚来的时候都这么想的，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家长会来接孩子，想在这个地方活着就一定要和光同尘，熬到15岁就可以毕业了。作为新来的，兄弟俩被坏孩子们盯上了，逼他们每天上供烟头和三明治。一番霸凌之后，大白受不了了，带着弟弟逃了出去，搭了一辆顺风车打他回家。等他们下了车，才知道为什么别的孩子不逃跑，因为周围的人只会把他们送回学校。校长这次并没有动手，而是选择了煽动孩子们内部矛盾，打算搞连坐，惩罚所有孩子。孩子里的小霸王心领神会，带所有孩子殴打兄弟俩，替校长完成教育。李老师在窗边看到了这一幕，但在校工的劝说下，也没有选择出头，反倒是劝大白和小白听校长的话。残酷的现实让兄弟俩意识到，他们必须把梦想藏在心里，做个不显山不露水的鬼魂。但忍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。一方面是小白的脚疼得越来越厉害，可又没有办法提换工作的事；另一方面，他们见识到了这所学校更恐怖的一面。学校里有个变态老师，会在学生们熟睡后把小男孩带回办公室，去干嘛？大家自己猜。所有的孩子都知道这件事，但都不敢吭声。除此外，小白尿床也成了问题。在这里尿床，不仅要被其他孩子嘲讽，也要被老师羞辱。光着身子站在寒风里，举着自己的床单，直到床单被晾干。学校认为尿床是一种病，所以校医给小白开了点药，说是只要按时吃药，就不会再尿床。这当然没啥用，小白还是每天尿床，在寒风中晾床单。好在寒风之中也有温暖，这就得说到女老师。小白和大白每次被羞辱，女老师都在窗边看到了，可能她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这些孩子都有某种劣根性。这天，小白又在课堂上睡觉，女老师本想发脾气，却看到他的本子上写了东西，却让他当众读出来。这是小白在月球活动的幻想日记。
此时阿姆斯特朗还没有登月，没有人知道人类是否能登上月球，所以小白写的东西，准确的讲，应该叫科幻小说。女老师看完后并没有恼怒，反倒无比珍视小白的梦想以及阅读写作能力。女老师为小白争取到了送信的职务，还让小白帮忙写一些东西，从此小白可以光明正大的在女老师那里读报纸。他们似乎成了朋友。也是在这里，小白知道女老师本来也该有个孩子，但似乎是出了什么意外，所以现在他把精力全都放在了学生们身上。小白从女老师那里获得了温暖，也把温暖带给了伙伴。在压抑之下，每个学生都想力图当个鬼魂，但大白和小白是例外。大白捡到三明治会给弟弟，而小白会把三明治与伙伴们分享。当小白的文学天赋被发掘以后，他又成了伙伴们的精神加油站。比如卷毛，他父亲是个酒鬼，把他一个人扔在学校，每天只写信过来敷衍他一下。卷毛非常挂念自己的妹妹，但父亲的信里却从未提到妹妹。于是小白灵机一动，告诉卷毛，他父亲的信后面还有一些内容。显然信上并没有这些。小白把自己在报纸上阅读到的关于阿波罗5号的新闻和自己的科幻幻想融汇在一起，现场编出了小作文。卷毛也知道这是编的，但他也和我们每个人一样，需要一些虚假的内容来慰藉自己。渐渐的，许多同学专门找小白读信。小白飞扬的宇宙幻想在慰藉大家的同时，也让同学们觉得自己还和这个世界保持着联系。但很快，小白不快乐了。一天夜里，变态老师挑男孩侍寝，这次的目标是小白。过了一会儿，小白来到水房清理血迹，随后晕倒，被送到校医那里，性侵的事也随之捅破。女老师要求把小白送到医院，坚持要查清真相，可校医却坚称问题不大，不需要去医院。校长支持校医，因为上级领导马上要来检查，不可在此时把丑事外扬。随后他要把事情压住，而卞老师更是把事件扭曲，说是学生里有人强奸了小白，并把矛头指向了大白。女老师很了解这对兄弟，自然是不信的。她单独去问小白，到底是哪个孩子干的。女老师终于也知道学校的可怕了。小白不久后就恢复了。在领导巡视那天，所有孩子穿上漂亮衣服，以最好的精神面貌迎接领导莅临。领导和校长非常熟，所谓的检查就是走个过场。随后校长带着领导巡视，可一声惨叫把所有人聚到了一个切割机。卞老师的手被切伤，鲜血淋漓的送往医院。女老师环视一圈，看到大白和卷毛站在角落里，立马就猜到了。原来卞老师担心小白把性侵捅出去，所以把小白叫走威胁。而大白和卷毛看到这一幕，可能以为卞老师还在纠缠小白，于是拆掉了切割机护罩，故意弄出了事故。卞老师伤得很重，得住院，能不能复工看缘分。所以当晚的餐桌上，校长那一桌气氛十分沉重，但是孩子们都挺高兴的。可没高兴多久，电话响了，是白舅打给大白的。之前妈妈曾经来信说治疗进度不错，圣诞节就可以接兄弟俩回家，但舅舅的电话却告诉他，白妈救治无效，已经去世了。放下电话后，大白沉痛地回到餐桌，强忍着哭泣。一桌子的伙伴只有年纪最小的小白最后一个察觉到异常。按照规定，餐桌上不能说话，可俩孩子面对的是丧母之痛，一个人再把自己变成鬼魂，也无法压抑这样的情绪。但校长不管这些。两个孩子想要忍住哭声，可又怎么忍得住？校长被搞得心乱如麻，打爽了直接走人。担心两兄弟挨其他老师的打，吕老师来到两个孩子身后，拍着他们的后背，安抚着他们的情绪。不久后，兄弟俩看到舅舅来学校，白妈走的时候曾拜托舅舅照顾俩孩子，外加大白哭诉学校很糟糕，孩子们决定趁夜间溜出去，让舅舅在外接应。这样的行动，他们以前就玩过很多次。其实舅舅本可以直接带走他们俩，之所以同意孩子们溜走的计划，估计在他内心并不是那么愿意接手这俩孩子，所以想再冷静一下。等见了校长，校长劝他抚养和教育两个孩子压力很大，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留在这里，更是说到了舅舅的心坎。到了晚上，李老师接到了舅舅打来的电话，请他转告兄弟俩，自己便挂了。舅舅和兄弟俩见面的时候，李老师也在场，所以知道他们逃跑的谋划。李老师一听就急了，赶紧去找俩孩子，有内鬼，终止逃跑。但他刚出门就遇到了校长，在校长逼问下说出了实情。于是乎，准备逃跑的兄弟俩被守株待兔，随后便是一顿物理鞭策。为了让兄弟俩打消逃跑的念头，校长告诉他们，你舅舅不会再来了。不信问问女老师。李老师猝不及防的被校长出卖了，大白还想挣扎，被单独拉到地下室教育。李老师想和小白解释一下。这一巴掌把小白送入绝望，也让女老师绝望。也许是愧疚，第二天他就收拾东西彻底离开了这里。失去了女老师的庇佑，白家兄弟彻底变成了鬼魂。1年多以后，时间来到了1969年，因为在这个学校付出了40年，校长受到了国王的表彰。然而新上任的检察官看到校长光鲜的履历，非常好奇，于是不打招呼突然来设检查。这的偷袭只有成效。检察官发现学校并没有报告上那么好，而且校长总让人感觉做贼心虚，似乎在掩盖什么。检察官坚持要见学生一面，这才发现学生们状况很糟，所有孩子都在害怕校长。
检察官知道问不出什么，便离开了。而大白如此顺畅地替校长说话，是因为再有3周，他就满15周岁，可以离开这里了。他尽力讨好校长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希望自己能带弟弟一起走。1969年7月20号，人类第一次登月的那一天，校长心情好，大发慈悲，搬出电视机，让孩子们看看登月直播，条件是得有一个学生替校长洗车。这个人当然就看不了电视了。这样一个跪舔的机会，大白当然不会错过。他主动洗车，趁机向校长提出想要带弟弟一起毕业。而校长则给他宣布了一个好消息：你这几年干得不错，反正能者多劳，好用就往死里用的原则，我们给你安排了个好去处，就在咱们学校当校工吧，起码干到18岁再说。大白当然不愿意，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另一边，小白在电视上看到阿姆斯特朗月面行走，激动的仿佛自己上了月球一样。他激动的想找哥哥分享，却只看到了汽车上的血迹。大白被校长打成重伤，并且绝食了。学校不允许任何人探视，吕校工实在看不下去，悄悄放小白进去。可紧接着校长和校医也来了。躲起来的小白听到校长还想捂盖子，不打算送大白去医院。为了救哥哥，小白想到了一个计划。他找校长请假，校长想驳回，但转念一想，大白也许马上就要死了，就安抚一下他弟弟吧。于是就帮小白买了去往哥本哈根的票。逃出生天的小白并没去那家博物馆，而是打电话找女老师求救。女老师离职后来到哥本哈根，在师范学校教书。她带着小白来到检察官，只可惜检察官出门了。检察官的秘书表示，不能轻信一个孩子的话，就对一个学校展开调查。他只保证会在晚上把小白反映的所有信息都告诉检察官。女老师把小白送到回校的汽车上，并且嘱咐他一定不要放弃，自己明天就会赶到学校救他们。但小白知道来不及了。等小白回到寝室，卷毛一会儿也在商量怎么救大白。小白来到了卞老师的寝室，卞老师早已回到学校。经过那场教训，其变态程度有所收敛，但在见到小白时仍有色心。而小白则是来偷钥匙的，他趁卞老师脱衣服将其反锁，随后打开哥哥的病房。小白来到院子和卷毛会合的时候，卷毛一会儿已经偷了个小推车，打算将大白送往医院。可小白并不是这么打算的，他穿着自制的宇航服，拿着榔头，对着校长的爱车开始小锤40，大锤80。小白要卷毛赶紧去通知校长，他今天就是要正面硬刚。另一边，校长正在和老师们聚餐，似乎是在挑选一个背锅侠，承担大白重伤的责任。随后就听见院子里的动静，走近一看，自己的车子已经成了叙利亚风格。就在校长打算出气的时候，校工让他接电话，电话另一头告诉他，你们学校被一个跛脚男孩和前雇员投诉了。等挂断电话，小白已经被狗腿子老师打得头破血流。校长阻止了殴打，表示很快就会有人来学校调查，绝不能让小白带着伤见到上面的人。而小白趁机逃跑，他无所畏惧，战胜了自己的恐高症，爬上了水塔的最高处，向着月亮一跃而下。好在小白被树枝拦了一下，没有直接摔死。检察官在得知小白的举报后，和女老师连夜赶到学校，也正好看到了小白跳下来的一幕。他们将小白和大白送到医院，女老师一直守到第2天清晨，才确认兄弟俩的安全。女老师带他们回到学校，办了退学手续。有检察官盯着，校长不得不亲自放行。小白啥也没说，拿着手续和卷毛他们一一道别，然后跟着女老师离开了学校。在大家的眼中，大白和小白就是阿姆斯特朗，就是加加林，他们都做了开天辟地的事。检察官再次集合所有学生，问他们想不想单独谈一谈。老师们仍是一脸傲慢，他们知道这帮孩子不敢，但这次卷毛带头，所有孩子都举起了手。影片最后出现了一行可怕的字幕，本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，这是上世纪60年代在丹麦一家寄宿学校里真实发生过的经历。暴力、精神控制、羞辱、性侵，让大部分学生至今仍然需要靠药物来缓解恐惧和抑郁。有人说这部电影是丹麦版的熔炉，熔炉的可怕在于社会的可怕，所有的镜头都是沉重压抑的，社会像一张绵密的大网，让受害者无法伸张，让仗义执言的人处处碰壁。而总有一天却是另一副样子，学校之外的所有镜头都是阳光明媚，整个社会欣欣向荣。正因如此，一个地狱般的学校才更显得可怕。熔炉中的恶是所有人麻木残忍的恶，而总有一天的恶竟是一种理直气壮的恶。这不禁让我想起磁暴步兵杨永信豫章书院的吴军豹。杨永信宣称能用电击的方式治疗网瘾，让孩子听家长的话，而那些家长们真就信了这鬼话，组成攻守同盟，维护戒网瘾学校。在豫章书院引发广泛关注的时候，也有一批家长跳上跳下，竭力维护吴军豹，这是最让人不解的地方。虎毒尚且不食子，哪有为人父母的上赶着把孩子往火坑里推？具体的原因大家见仁见智，或许有一部分家长一开始是被这些学校的虚假宣传所蛊惑，后来及时悬崖勒马，
但那些一意孤行的家长明显是想要甩锅，想要掩饰自己在孩子教育上的缺位和失败。也有一部分家长固执地认为杨永信之流做得对，他们不在乎让孩子被点击、被囚禁、被精神控制，因为他们理想中的孩子就是一个听话的孩子，其余的啥都不在乎。这其中的可怕在于，这些家长从没把自己孩子视为一个需要尊重的人，而当成自己的所有物和附属品。他们对这些物品的需求仅仅是顺手，至于成不成才、人格完不完善，那都不重要。所以他们会投杨永信之流，站到同一战线。更要命的是，扭曲的教育理念如同思想刚毅一样，让这些家长丝毫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反而觉得自己肯为孩子教育花钱，无比高尚。你敢戳破他们，那就是冒犯，他就会跟你急。电影中的学校其实也是这样，从家长到老师，没有人把孩子们当作人来看待。舅舅作为监护人，看到学校能帮他甩掉责任以后，毫不犹豫的选择放弃2个孩子。校长从头到尾都把自己摆在审判者的角色，学生们对他来说都是被告席上的肖小。他从头到尾都觉得自己的棍棒教育不是在犯罪，而是在进行一种教育实践。而那些为虎则成的老师们也都是如此，包括女老师。女老师和小白来到哥本哈根找检察官的时候，检察官的助理曾表示自己不能简单的相信一个孩子的指控。这种思维和女老师初到学校时一样，有问题他们会先从孩子身上找原因，这是一种成年人对孩子的傲慢。有人说，教育是用一颗心去摇动另一颗心，用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一颗傲慢的心，一双肮脏的手所唤醒的，大概率也不会是什么温良恭俭的灵魂。电影中对此有所展示，在小白吊床那段的剧情里，有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，当时所有孩子都在嘲讽小白。画面中的小孩子从最初的害怕、手足无措，到融入这个嘲讽小白的集体，变得残忍，仅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。再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这个小男孩正是昨天晚上被变态老师性侵的那一个。这便是可怕之处。当我受到羞辱后，只要我加入羞辱别人的阵营，就可以获得优越感来洗刷自己。电影名为 The Day Will Come， 总有一天，但没说明的是，总有一天是会获得解放，还是总有一天会精神崩溃。电影中所讴歌的是小白和大白的精神，他们就像那关不住的鸟儿，每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。但仔细一想，小白和大白的一切挣扎似乎也都是无用的，本质上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青天大老爷。就算总有一天青天大老爷会从天而降，但是孩子们曾经受过的那些伤害却再也抹不平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评论区讨论。如果对你有什么启发，或者让你对原片产生兴趣，还请赏我一个1键3连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